Hello，各位好，我是 Revision Lab 修整所的阿修，欢迎来到我的频道。今天我们要来聊一个大家都非常熟悉却又充满矛盾的议题。在这个时代，我们几乎每天都能在新闻上看到超级富豪们捐出天文数字的财产，成立各种慈善基金会。表面上这是一件造福人类的好事，对吧？但奇怪的是，社会大众对这些富豪的观感却越来越差。我们一方面极度依赖他们的慈善捐款来解决社会问题，另一方面却又打从心底怀疑他们的动机。这就是我们今天要拆解的核心冲突。我们将透过一位真正的内部人士，也就是美国亿万富翁兼创业家尼克·汉诺威的逆向思考，来彻底撕裂现代慈善事业的表象。汉诺威不仅身处富豪阶级，他更用极具颠覆性的视角，揭露了我们为什么会痛恨超级富豪，却又无法摆脱对他们施舍的依赖。这绝对不是一场普通的仇富大会，而是一场深度的底层逻辑拆解。为了让大家掌握这套复杂的机制，我们今天将沿着6个节点推进。第一是亿万富翁的问题，第二是听听内部人士的辩护，第三会拆解什么是破坏性慈善，第四我们要挖出幕后黑手新自由主义陷阱，第五会探讨全新解方市场人文主义，最后第6会进入系统性反思。准备好了吗？我们直接切入核心。我们从第一部分开始，也就是亿万富翁的问题。我们必须正视并验证大众的挫折感，承认现代社会对超级富豪的反感绝对不是空穴来风。许多掌握着世界经济命脉的超级富豪，他们的行为举止有时候真的就像是反社会人格者。他们利用庞大的资源，轻易地规避了我们一般人必须严格遵守的社会规范、税收制度与法律边界。然后他们转过身，拿出总财产的冰山一角，成立慈善基金会，试图去修补那些当初根本是由他们自己一手造成的社会问题。接下来这点超级重要，你可能会以为那些严厉的批评是来自某个激进的社运人士，但其实不是。这番话正是来自尼克·汉诺威本人。他明确表示，这是一群很难让人产生同情心的人，其中几位似乎正在发起一场蓄意的运动，想要向世界证明他们是地球上最糟糕的人。汉诺威本身就是一位顶尖的风险投资家，更是签署了捐赠誓言的亿万富翁。这不是外部的抹黑，而是来自金字塔顶端的内部告诫。有一个亿万富翁来告诉你富豪真的很糟糕，这无疑为我们接下来的分析埋下了一个极具张力的伏笔。所以这就衍生出一个我们所有人都曾在脑海中浮现的巨大疑问：现代的慈善事业难道真的只是一种洗白名声的公关工具吗？当这些富豪捐出几百万、几千万美元，冠名一栋大学图书馆，或是赞助一场华丽的慈善晚宴时，他们真的是为了推动公共利益，还是只为了购买一张现代版的赎罪券？面对这个问题，我们的情感直觉会非常强烈的想要回答：没错，这100%就是洗白。但其实这正是汉诺威准备颠覆我们认知的地方。他强烈反对我们轻易得出这个结论。他认为，如果我们只把慈善视为洗白，我们就会完全错失真正致命的结构性问题。我们继续聊下去，进入第2部分，来自内部人士出乎意料的辩护。汉诺威提出了一个核心判断标准，那就是行动绝对胜于公关。如果一项慈善行动的目的是为了讨好大众或同财，那么这项行动通常会选择最安全、最不会得罪既得利益者的领域。但汉诺威指出，真正推动社会进步的慈善，往往是极度危险而且充满破坏性的。请大家想象一下这个惊人的数字：1500亿美元。这是一个庞大到难以想象的规模。这不是汉诺威个人的总资产，而是1500亿美元的资金，每年实实在在地流入全美国基层劳工的口袋里。这笔巨款是怎么来的呢？这正是汉诺威所推动的核心专案，也就是争取15美元最低工资运动的成果。当这个运动在西雅图刚起步时，当地的最低工资只有9.25美元。
汉诺威没有选择捐钱给救济院来博取美名，相反地，他选择投入大量资金，直接发起一场挑战整个美国企业界的政治运动。他要求政府立法，强迫包括他自己在内的所有企业主必须支付劳工足以维持尊严的薪水。这个举动让他直接站到了美国商界的对立面。简单整理一下刚刚的内容，我们来看看汉诺威将他的资源锁定了哪些极度棘手的目标。第一项就是$15最低工资运动。你可以想象一下，作为一个顶尖富豪，你花了几百万美元在推动强迫其他富豪加薪的法律，这绝对是让自己成为众矢之的最快方法。第二项，他创立了枪支责任联盟。在美国，触碰枪支管制议题简直就是政治上的极高风险。但这个组织成功在4个州通过了超过60项枪支管制法律，汉诺威的家人甚至因此受到了死亡威胁。第三项，他资助了儿童癌症免疫疗法的临床试验。各位，如果你只是为了洗白名声，你会去挑战强大的企业巨头吗？你会做会让家人受到死亡威胁的事吗？汉诺威用这些真实发生的案例证明了一件事：高风险的系统性破坏绝对不是单纯的名声漂白。我们再把视角拉广一点，根据全球慷慨程度的统计数据显示，去年有高达75%的美国民众参与了慈善捐款，而在英国也有50%的成年人慷慨解囊，总金额高达数百亿英镑。这代表慈善行为并不是富豪的专利，无数的普通人，他们可能是把省吃俭用存下来的钱投入奉献箱，或是捐款给当地的食物银行。汉诺威提出了一个非常敏锐的灵魂拷问：当一位老奶奶捐出她微薄的积蓄时，难道她也是在洗白自己的名声吗？当然不是。人类具有与生俱来的慷慨与互助精神。如果我们将现代慈善一律贬低为邪恶的公关手段，我们其实是在否定人类最珍贵的利他本性。我们真正该谴责的，绝对不是慷慨解囊的这个行为本身。重点来了，这就进入我们的第4部分，真正的罪魁祸首——新自由主义。既然人类的慷慨不该被谴责，那到底是谁迫使慈善成为必需品？如果我们沿着历史的轨迹往回推到1970年代，你会发现全球经济发生了一次惊天动地的转变。我们来梳理这个新自由主义的发展时间线。从那个时候开始，全世界的决策者都被推销了一套名为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这套系统有4个明确的步骤。第一步是缩小政府规模，宣称政府没有效率。第二步是为富人与企业大幅减税，同时解除市场管制。第三步是压抑基层劳工的薪资成长，让利润全部向上集中。这套理论向大众保证，只要富人变得更有钱，财富最终就会涓滴下来，造福所有人。但实际发生的情况是，公共机构的资源被彻底榨干，社会福利破网。然后最荒谬的第4步出现了，这个系统转过头来要求大众依赖慈善，对着那些刚好吸干了社会财富的超级富豪说：拜托你们，能不能出于自愿，用慈善捐款的方式把钱还给社会一点点？为了确保大家完全理解，我们必须给新自由主义下一个精准的定义。在这套脉络下，新自由主义就是一种经济意识形态，它刻意创造了一个极端不平等的世界。不平等到了什么地步呢？不平等到了慈善事业在结构上变成了绝对的必需品。这句话的含义非常深远。大家想一想，如果一个国家透过合理的税收制度，拥有充足的公共资金去支持癌症研究，去维持大学的运作，那我们根本不需要仰赖任何一个亿万富翁的心情好坏来决定社会能不能运作下去。但在新自由主义的架构下，富豪做慈善，恰恰是这套系统按照设计完美运作的结果。新自由主义需要富豪做慈善，因为只有透过这种方式，他们才能为自己无限集中财富的行为找到一个看似合理的道德借口。分析出病因之后，我们必须提出解方。这就是第5部分，转向市场人文主义。这是一套全新的经济典范。汉诺威与牛津大学的教授艾利克·拜因霍克合作，提出了一个强而有力的替代方案。我们来对比一下这2套系统的底层逻辑。在我们目前所处的新自由主义体系中，经济存在的唯一目的被定义为最大化股东价值。
也就是说，所有的企业营运最终都是为了让拥有资本的人获得更高的利润。但是在市场人文主义的架构下，经济被赋予了全新的定义。经济的目的是为了促进人类的繁荣与发展。这意味着一个成功的经济体，它的衡量标准不再是股市的指数，而是多数人是否拥有稳定的收入与良好的健康。在一个以人类繁荣为核心的系统里，国家机器能有效率地收取合理的税负并提供公共服务。在这样的世界里，我们根本不需要一位心情刚好不错的超级富豪来填补癌症研究的资金缺口。最后，我们推进到第6部分，系统性反思。这是一场对于系统性变革的强烈呼唤。我们已经清楚地看到，单纯对富有的人感到愤怒，其实会转移我们的注意力，让我们忽视了真正需要被拆解的结构性腐败。为了证明公关洗白根本无法掩盖结构性的罪恶，我们提供一个极具说服力的客观证据。大家应该都听过美国的鸦片类药物危机，背后的始作者就是普渡制药的萨克勒家族。这个家族曾经在全世界各大顶尖大学与博物馆捐献了无数的资金，砸了重金在进行所谓的名声洗白。但是结果呢？如果洗白真的这么有效，为什么今天萨克勒家族会成为全人类公认的耻辱？为什么各大机构现在都在急着把他们的名字从墙上抹去？这个案例客观且中立地证实了一件事：单纯的公关手段最终绝对无法掩盖深层的结构性问题。问题的核心从来都不是公关，而是那个容许他们透过剥削来累积财富的经济系统。这让我们回到了最终的深层叩问。汉诺威丢出了一个极度发人深省的问题，他说：为什么我们会建立一个饿死民主却喂饱慈善的经济系统？当我们的公共政策失去效能，当民主机制无法保障多数人的基本生活底线时，我们却反而去赞美那些掌握了不成比例资源的少数人所施舍的善意。这句话值得我们每个人在心中反复咀嚼，它彻底击碎了我们对现代经济运作的理所当然。总结一下今天的重点，这集拆解了现代慈善的底层逻辑。我们发现，真正的敌人并不是人类与生俱来的慷慨与慈善行为，而是那个刻意饿死政府效能，迫使慈善成为必需品的新自由主义经济结构。唯有放弃唯利是图的旧有框架，转向以推动人类繁荣为核心的市场人文主义，我们才能真正解决系统性的贫富不均，建立一个不再需要仰赖富豪施舍的健康社会。今天的内容就到这边，如果你觉得这集有帮助，记得马上点赞、订阅加开启小铃铛。我们正在冲订阅，需要你的支持。我是阿修，我们下次见，拜拜。